他的人生当中唯一的一件事情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不敢呀。如果玉龙有口头禅的话，会是哪一句？玉龙有口头禅。当时是一个电话，就是打过来，您什么心情？就是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啊。最喜欢周星驰导演的哪部作品？应该是周星驰导演的《功夫女足》。你这太高情商了。小斐和热巴来分别介绍一下自己在这个《功夫女足》里的这个角色，然后再分别用一个词或一句话评价一下自己和对方，好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张小斐，我在《功夫女足》里面饰演的是双双，然后双双呢，她是峨眉队的队长兼教练。双双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，外冷内热，希望能带着峨眉队拿到这个冠军。那玉龙评价一下双双吧，就是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来评价一下他。双双是我最坚强的后盾。那玉龙来介绍一下自己吧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迪丽热巴，在《功夫女足》中饰演玉龙。玉龙是一个非常有韧性、不服输、跟自己较劲的女孩。双双来评价一下她，好姐妹。她是我挚爱，携手一起并肩前行的人。这是一部关于足球的电影。那在现场，导演有组织过大家练练这个踢球的这个过程吗？其实是有的，就是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刚进组，我跟热巴第一次见面，我们就是在那个球场上相见，然后就迅速的进入到了双双跟玉龙的这样训练的一个状态。第一次对对方的印象大概是什么样的？就好像认识很久吧，因为一开始大家就没有什么寒暄，就是一来就是有去问你昨天练了什么，然后今天我们要一起练什么，练得怎么样，接受的快不快，就是这种，就很快就聊起来了。那这部电影咱们接下来有什么就是契机嘛？契机就是因为周星驰导演的，这经纪人跟我说有这样的一个邀请，那对我来说真的是万分的荣幸。那个时候也没有剧本，只听到就是导演这3个字，就当然希望能够加入。当时是一个电话，就是打过来，您什么心情？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啊，就是。那导演有对您，比如说开拍前提一些小要求吗？练练啊，或者怎么样的？导演都跟我们都提了，就是希望我们还是更加能接近就是运动员的一个状态。热巴是什么契机？就是也是接到一个，对，也是接到了电话。一开始以为是骗人的，对，因为是制片人打来的嘛。后来直到听到了周导的声音，他说啊热巴啊，然后就说他的这个影片，然后说到了项目，说到了角色。我说啊，真的吗？就是一开始就是怀疑、惊喜、惊讶加期待都有，就是很多心情都在。然后就我虽然有这么多心情，但我接受的还挺快的。我说那导演希望我在就是进组之前做点什么，然后导演就说就可能稍微增一点肌肉啊，就别看起来太瘦弱啊，或者说为了之后可能拍摄会更顺利，就不会受伤，因为肌肉也能更好的保护自己嘛，所以他有提到这些要求。拍这部电影会有压力吗？因为功夫女足之前还有一部少林足球嘛，肯定少林足球因为那部电影很多人就觉得非常非常好，那确实我觉得拍这样一部类型的电影可能会有人拿来做比较，会有这个压力在吗？其实每一个角色刚开始来临的时候都会有压力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压力是好的，就是这个压力对我来说会慢慢转变为一种动力。其实因为是喜剧嘛，我们会越来越放松，然后越来越放松的这个状态里面，其实反倒会碰撞出很多很轻松很幽默的火花。您之前也拍过一些喜剧嘛，然后这次是跟周星驰导演去拍喜剧，那周星驰导演的喜剧在很多观众心里它就是与众不同的。那对您来讲，这次拍摄喜剧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？就像你说的，周星驰导演的喜剧风格跟其他的喜剧完全不同，他是独一无二、独树一帜，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的。我自己的感受是，导演的这个拍摄方法和我们的表现方法更会接近于漫画的那种感受。在这样的一个语境的表达里面，其实你的表演节奏和你的这个心理反应的过程全部是会发生变化的。但不管怎么样，都是以人物为主。
你要更真实的把你的这个人物的底色去抓牢，然后你才能在周星驰导演的这种无厘头的这种外部表现里面，去更好的塑造好一个人物。第一次读到剧本的时候，对自己角色印象最深的特质是什么？我觉得就是不服输，想赢，想靠着自己认定的这个赢才能不被抛弃，去逆风翻盘，去拿到他想要拿到的东西。这可能是对于双双来说，是他的人生当中唯一的一件事情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发生了转变，他认为也许这一切没有那么重要，他会觉得好像踢球就应该是踢球，享受这个过程才是最重要的，有朋友陪在身边一起去做一件事情，这个过程是最重要的。那对热巴来讲呢？因为热巴您之前演的一些角色其实也有一些喜剧色彩，包括在综艺里的表现，我看还有观众说她是那个隐藏的搞笑女。然后那在这部《功夫女足》里，其实把这个喜剧啊幽默的天赋放大了，会有这种感觉吗？其实一开始就是大家共有的形象，会觉得说像周导他的作品其实都是有一些喜剧的呀，或者说是会很搞笑啊，或者很幽默啊这样。那我一开始也是这样想的，但是其实在整个创作过程当中，我觉得已经脱离开喜剧这个点，我会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刻意去制造搞笑的东西或者搞笑的表演，其实我们都是在认真的去演，但是在看的观众，在场的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笑的事情，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可能在看第一遍的时候觉得是喜剧，是好笑的，有很多好玩的点，但是在第二遍我希望大家可以从中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吧。那这部电影对很多观众来讲，可能更多的就是燃热血。您觉得这部电影里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表达？我觉得其实就像这整个电影最后大家都拿到了这个奖杯一样，一开始大家的目标其实都不太一样。像双双他可能是希望大家一起赢，他希望能够看得到成绩。玉龙他的想法就是跟双双一起踢球，然后有其他队员他只是想踢球，有的人他想重回到社会，不再被困在家庭里。每个人的想法他其实都不一样，但是我觉得整个影片最后表达的其实就是只要你享受过这个过程，结果输赢并不重要，因为在过程中我们已经赢了，重要的是我们大家在一起。那二位跟周星驰导演这次合作，对导演有没有什么印象？可以用一个词或3个词形容一下导演。我觉得是独一无二，天马行空，童心未泯。首先导演的这个喜剧风格是独一无二的啊，包括其实我认为在导演之前以往的作品里，你会被突然的深深的击中那一下，其实是源于导演心目当中一个，我觉得他很有童真的一面，所以他能给我们创造出这样的一个世界和一个故事。导演在现场有给过你们一些特别的指导吗？因为我以前在网上确实刷到过，导演很爱现场的去试，去给大家引导。会的，会的。那你会故意的，就是假装演不好，让他来演，让我看一下吗？我不敢呀。开玩笑。那热巴呢？热巴对导演的印象是什么？细心、专业。我觉得细心是因为导演在很多动作，比如说一些有功夫的一些动作上面，他其实都会先提前跟我们去聊，就是我们能做到的程度，他自己会先给我们试一遍，根据现场的一些情况，然后会去试，如果觉得不太安全、不太可靠的，他也会说这样会受伤，这样不要做，然后我们换一个动作或者怎么样。在现场他对每一个演员都是非常细心的，就除了在表演上他要很抠这些细节以外，他对于我们的每一个人的保护是特别到位的，就是很想的很全面。那我还有点好奇，二位最喜欢周星驰导演的哪部作品？有没有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名场面？当然太多了，我相信脑海中的第一个可能是什么？《大话西游》第一个，我会第一个想到他在城楼上去望向那个就是孙悟空的那一眼吧。他好像条狗，他好像一条狗啊。热巴呢？应该是周星驰导演的《功夫女足》。
是太高情商了。那功夫女足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场面是，我觉得最后看完整部电影，让我对我的就是人生会有思考，包括我想要再去重新二刷一遍，从中获得更多的思考。这个二位第一次见面对彼此的印象，刚才聊过了，什么时候开始算真正的特别熟悉起来？这个过程有吗？拍着拍着就熟了，就没2天就熟了。现在能不能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对方？苦逼度，苦逼度，苦逼度就是过不去了。就是很专业，然后我能从小菲姐那里能够得到很多灵感在表演上。我是觉得热巴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，一个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女人，一个美貌与智慧并存的成熟女人。刚才问的过程中听到了二位很多暗语，相信结下了一段深厚的友谊啊。那最后二位分别送给自己角色一句话，将会是什么？向前冲吧，玉龙！双双呢？向前冲吧，双双！好的。那好，那最后是一个小的快问快答，就是大家边踢球边这个完成的一个小快问快答，很快。决赛正式开始，来由红方先开球。可以呀！红方得1分，来下一局是黄方先开球，我就要开始问问题了，增加难度了哈。来，双双踢球的绝招是什么？无双绝。玉龙踢球的绝招是什么？腾龙气球。如果双双有口头禅，会是哪一句？1-1平局。我自己打进去了。乌龙球。这算？这算啊！哎，真是的，你看看。这说明这个运动非常非常烧脑啊！腾龙进球。来 ，OK。如果双双有口头禅的话，会是哪一句？加油，冲！哎！如果玉龙有口头禅的话，会是哪一句？玉龙有口头禅。哇！导演！玉龙的口头禅。好的，玉龙的口头禅就是啊，大家也听到了。好的。又是我给踢进去的，又是乌龙球。奇怪呢，一定有什么问题？这个桌子。好的，那就是最后一个就是赛点啊，看能这个绝平还是怎么样？这个问题大家要想哈，如果进球给自己设计一个动作，将会是什么？来，开始踢吧。直接绝平。好的，赢了。那玉龙先来吧，设计一个就是刚那种对。那双我双的动作。非常好，非常牛，非常符合人物形象。好的，那最后有请二位再向观众朋友们说一句话，来推荐一下《功夫女足》这部电影吧，好吗？说这4球都是我进的。对，我自己听。对，不愧是这个腾龙进球啊，对，到处进。大家想看这种真实的一个球场的话，大家一定要去看《功夫女足》。这是一个非常好笑，然后热血，然后非常周星驰导演风格的作品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喜欢，能开心。好的，那功夫女足抖音影人局的专访今天就到这儿啦，非常非常感谢2位领衔主演的时间，希望大家快的去走进电影院支持他们，支持这部电影《功夫女足》，非常好看，冲！